今天有一个大哥来找对象啊，差点没给我整抽过去。42岁未婚，目前工作不详。就听他搁那儿给我画大饼，画了整整1个多点啊！哎呀，我愣是没听明白他到底是做啥的。薪资呢，我也没整明白。他的回复是呀，行情好这年薪100万不是梦，行情不好都有可能是负债呀，给人的感觉就有点惊心动魄，跟过山车似的啊。父母条件还行，这个母亲是医生啊，父亲是学校老师，目前呢是属于一个没车没房的状态。我问他这个年龄了，怎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呢？他说啊，这年轻的时候一心装天下，就想闯出个名堂来，觉得男人有地位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女人。结果呀，这名堂没闯出来，年龄还给弄大了。到现在呢，还没有正经的谈过恋爱。不是他不想谈，是有人看上他了，他觉得自己能找到更好的。我问他有一个38岁离异带女儿的女士愿意认识吗？这大哥就有点像社会老大啊，反问我，你觉得我还未婚，能接受离异有孩子的不？顿时我这心里有点不咚不咚的紧张啊，是能还是不能啊？我有些为难的跟他说呀，现在40岁上下的未婚姑娘这不太好找啊，你让我怎么给你介绍嘛？大哥说那行吧，不为难你了，你看看怎么合适我的怎么来吧。我说这有一位38岁未婚的姑娘，中专学历在家待业啊，这个姑娘可还行啊？大哥一听啊不愿意，觉得自己是个有梦想的人，以后一定能干成大事，不想找个没工作的女人，而且这女方呀学历低，他也不接受，起码在本科以上。听完我就觉得你这有点太双标了吧？你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房子还没个着落的，要求人家有工作学历高的，这怎么可能会实现啊？我又问他，这有一位40岁未婚的女士啊，有稳定工作，大专学历，这条件还行，基本符合你的要求，有学历有工作还未婚。话还没等说完，这大哥说，我都42岁了，你让我娶个40岁的，我都怕断了后啊！你给我找不要超过32岁。我一听啥？32岁跟你相差都10岁了吧？他说那我也得考虑要个孩子吧，年龄越大生孩子越不好要的。听得我那个无语啊，真的王八搁池子里晒太阳，今天没给我开门了。我说大哥，你这样，你完整的告诉我你想找什么样的，我有合适的我就给你介绍，没合适那是我能力不行。大哥长舒一口气啊，我吧也没什么要求，28到32岁之间的都行，我不挑，有个稳定的工作，收入最好在15万以上，学历最低本科，长得漂亮点，毕竟啊这过日子啊，天天看着这丑的闹心啊。要有房子，结婚啊可以先住他那儿。另外呀，会做饭能收拾家务的，脾气好点，还能过日子的。听完我说大哥，我说你这话是跟我开玩笑呢，还是你是看不惯那女的那些要求反讽来了？我怎么感觉你是做梦游到这儿没睡醒来？大哥说啊，我这要求可是比我以前的降低了不少呀。28岁长得好看，能赚钱，会做家务，年薪15万，还自带婚房的，要么你帅过郭富城，要么你得有钱有能力吧，起码有点能拿得出手的东西。要啥没有，光靠一张嘴你给我画大饼，再香我吃不到，它有个屁用啊！男士说呀，我会他好呀。好这个词在现实面前连个博弈的资本都没的，人家一看你这条件啊，直接就给挂了。男士呢想来想去还是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要求，觉得自己以后就是有钱有能力。我是劝不动的啊，这饼啊我也不想吃啊，关门送客吧。中午左右啊，来2个姑娘来找对象，特别有意思啊，一先一后。一位呢是93年的本科，是个企业的金领，年收入在15到20万左右，身高呢有170啊，身材匀称，就特别有一种御姐范儿。这后面来的姑娘呢是96年的国企会计，年收入在8万左右，这个长相又比较清纯一点。这两人呢是差了半个点啊，先后来的。93年的姑娘呢就想找那种全款车房，年收入10万以上的。96年这个姑娘呢就想找本地啊有房子，可以接受贷款，年收入在8万以上，就是比他高就行。他们俩在这个选这个男士资料的时候啊，同时看中了一位男士。这个男士是92年的啊，身高185，自己创业做互联网工程的，年收入在20个以上至少吧，长得很斯文，戴个眼镜啊，也是有车有房，但是房子呢是有少量的贷款。这为了避免尴尬啊，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屋去联系这个男士。那讲究这个先来后到嘛，我就先介绍了93年的这个女士，还没等说完，人男士直接拒绝了，理由是呀，这个太优秀了，有些配不上。这介绍96年这个姑娘的时候，人家男士就说呀，可以认识一下。然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嘛，一家欢喜一家忧啊。96年姑娘呢是一蹦一跳啊，捂着嘴啊，笑着说呀，等待这个两人见面通知啊，然后就走了。这个93年这个姑娘呢就坐在了椅子上啊，低头啊，就是跟别人聊天嘛。我寻思啊，是不是在骂我呢？接着呢，起身啊，就把他的那个名牌包和奥迪车钥匙啊往我桌子上一放，
双手叉腰啊，跟我说呀，我没有给他介绍全面，要求亲自和男士啊通电话。我问他，我说哪里不全呀？他说呀，你告诉他我很优秀，也很有上进心，靠自己买的车房。那我现在是公司的这个中层管理，以后发展肯定是潜力很大的呀。这各方面的经济实力啊，都可以和他配得上。说完，他在最后啊还抱怨了一句啊，凭什么不如我优秀的他就愿意认识？看到姑娘这强势的样子啊，我就表示啊，我帮不了，我也有脾气啊。不一会儿呢，就有人给他打电话啊，他接着拿着包他就出门了。我承认这个姑娘优秀不假，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女性，她们大多数都是学历高、工作好、赚的也多，那自己买车买房。但这只是从社会劳动力市场评价一名劳动力优秀的标准，而不是婚恋市场上来评价女友或者妻子优秀的标准。劳动力市场呀，看的是你作为员工能给公司创造的效益，而婚恋市场更注重的是你作为一个伴侣的反馈，你的外形、长相、性格、脾气等等。你觉得很优秀的地方呢，在别人眼里啊，可能是关我屁事儿。何况很多姑娘的能力啊，也只是比普通姑娘好那么一点而已，实际上也没有高到让男人趋之若鹜的程度吧。另外啊，对于某些高要求、高条件的优质姑娘们，你扪心自问啊，你再成功、再会赚钱，可你赚的钱，你会拿给男人花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些女生啊，虽然有钱，但是她不愿意给男人花，也不愿意拿来养男人，她只要求啊，男性比她更加有钱才能够配得上。所以啊，有钱的是你自己的事儿，是利己而不是利他，并不是普通的姑娘就可以找到好对象，而是她们知道自己不够优秀，更加的谦虚低调、温柔、包容力强，那更加去崇拜对方，在婚恋当中不摆架子。反观有些优质女生的态度啊，总是很高冷、很傲慢，好像别人该你300万，你来要债是怎么地？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婚恋市场上，明明一些条件普通的姑娘，却总是比那些条件优秀的姑娘们嫁得要好。说个2人相亲变成9人团建的事儿，嘿嘿，想想都特别有意思啊。有一位这个男士啊，是83年的，本科是工程师啊，相亲快10年了，哎呀，比我进这行都早啊。那这10年呢，一直都是在相亲啊。我们俩常在这行混呢，就比较熟悉了。我有个女客户啊，是87年的小学老师，相亲3、4年了，一直都没有脱单呢。这见了也不下20、30位了，总说没要求啊，那实际啊都是各种挑。我当时就觉得，哎，他俩条件还是蛮般配的啊，就给他们撮合看看。哎呀，这一撮合那可出事了呀，那是一波三折啊。2人先是看了资料啊，互相都比较满意，就约好了见面。见面那天呢，男士先到，姑娘是后到的。刚见面啊，这男士啊就有点失望啊，现实完全不是他的理想类型，又想着呀，干脆相处看看吧，这万一灵魂合适呢？于是呢，他就主动招呼这姑娘坐下，问她吃点什么。人家呢也是毫不客气啊，拿过菜单呢就点了6个菜。当时男士就特别不满意这个行为啊，就直接问2人点这么多菜能吃完吗？人姑娘听了也有些不满呀，我来吃饭是吃的是感觉，想吃什么就得吃什么，我又不是非要吃饱吃完的。啊，男士一看姑娘可能有点生气啊，就赶紧解释说呀，这不是怕吃不完浪费吗？打包啊还得麻烦。听到这儿呢，这姑娘也不太搭理男士了，就低头玩手机啊，气氛一时有点尴尬。不一会儿啊，菜上来了，男士呢就主动开始找话题聊天，一开始聊的还可以，这个后面啊就无意之间就聊到了这么大的年龄啊，为什么没有结婚这个事儿，女方就生气了，顺带着有一些老师的职业病啊，说话就比较严肃认真啊，说男士情商低不会说话呀，这问题明显就是带有歧视的，对年轻姑娘怎么不说？那就是嫌自己年龄大呗。最后总结了一下，自己和男士啊根本处不来。男士这时啊脾气也上来了，就很憋屈啊，心里想着你处不来吃我的饭，我还受你气了。于是呀就跟这姑娘抬起杠，提出既然2人意见这么不合，那这顿饭啊就 AA 吧。这姑娘听完呢也爽快答应了啊。但是这话里话外呀，含沙射影的呀，说自己相了这么多年的妻啊，第一次碰到主动要饭钱的。男士想着呀，反正啊菜都上来了，不吃白不吃，我管你的，埋头就吃啊，也没怎么搭理这个姑娘。哎呀，不一会儿啊，这姑娘的闺蜜来了，说是偶遇。这姑娘呢，赶紧就招呼服务员啊，再拿一双筷子来。男士看到这儿啊，他是怎么也不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巧的偶遇呢？明明就是听说要 AA 了，把人喊来蹭饭的。他不好意思直接撵走，但是又气不过呀，被人这么占便宜，于是呀就偷偷发消息啊给附近的兄弟啊，让他们火速啊来2人吃饭。然后呢就招呼服务员过来，说再加4个菜。这姑娘一看呢，你疯了吗？要这么多菜？男士就说呀，哎呀，你闺蜜来了就得好好招呼，那吃的就是感觉呀，你也别担心钱，咱俩说好了 AA。不一会儿啊，这菜上来啊，
没到5分钟啊，兄弟俩来了，打招呼说：“哎呀，这么巧啊，一起吃个饭吧。”好了啊，这2人呢变成5人，把这姑娘给气的呀，开始暗地较劲啊，故意拖住男士啊，悄悄的又喊来2个朋友。哎，这个时候女方是4个人，男士啊是3个人，这一共变成7个人了。倒是把服务员给乐呵的，赶紧给他们换到12人的大桌上去了。男士他越想越气啊，觉得对方的这亲人太甚，想着反正也是这么多人了，饭钱我就跟你杠上了。于是他又叫服务员加了4个菜啊，又喊来2个朋友。这样一圈下来，一共啊9个人，点了14个菜。这姑娘一看呢是气不打一处来，想着算了，吃完就走。不过最后啊，好在因为人比较多嘛，大家也没有像这个打仗一样，而是一起聊天说话，也挺开心的，全当聚餐了。反正苦了这对相亲男女啊，一顿饭下来花了1800多。回来呢，相亲男女这2人啊是轮番给我打电话告状啊，说对方的不是。哎呀，林子大了，这什么鸟都有啊。今天天气好啊，出来走一走，这躲开了5一，出来散散气啊，要不容易给憋出病来。昨天晚上我在评论区里面跟一个仙女杠起来了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我昨晚不是刷视频嘛，只刷到了一个姑娘拿着自己的离婚证，哎呀，特别开心啊，不说出来我都以为那是结婚证了。她说终于离婚了呀，说自己经历了一段哎呀多么不堪的婚姻。一听那离婚理由我都要吐血，就是大半夜啊，她前夫上卫生间门没关嘛，就因为这事儿啊，2人吵起来了，她一气之下跑出1个多点，那前夫就给她打电话过来呀，她不接就直接拉黑了。回来就看见这前夫啊竟然在床上睡觉，于是2人又大吵一架，心灰意冷啊，离了婚。她就劝那些啊在婚姻当中过得不幸福的姑娘们也早点离婚，走出失败的婚姻。我打开那评论区一看呀，那些言论真的刷新我的3观呀。有2个评论点赞还蛮高的啊，这个有一个说呀，对我也离婚了，哎，分了他半套房子，离就得离狠点。这另一个就说呀，一定要勇敢提离婚啊！现在2条腿的男人这么多，又不缺男人，干嘛要委屈自己？哎呀，终于看到几个这个3观比较正常一点的。那你跟谁结婚不都是要经历这些鸡毛蒜皮吗？那婚姻就应该互相包容，难道过不好你就要离吗？哎呦，那家伙呀，下面一堆呀，这个评论讥讽啊，你是专家，你会包容，你有女德，你高尚等等。还有一个评论啊，说我就离婚了。哎，结婚1年多，要了他1套房子1辆车，你们离婚啊，不要给他留下任何钱啊，房子能要就要，彩礼我都后悔了，没要个30万，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现在啊，离婚又不丢人，过得不幸福就要勇敢的提出离婚。哎，姐妹们，人就这一辈子啊，千万别委屈自己。就这个评论下面，那好多人都跟人评价呀，对呀，我就后悔了，没有多要彩礼。哎呀，你太幸福了，开始了新的人生。我看了实在是没忍住啊，就在下面给回了一句老鼠屎，就这3个字。这个姑娘就跟炸了锅一样，噼里啪啦的骂了我有800多个字啊！我打开她的个人主页一看呀，哎呀，那些视频啊，真的很辣眼睛啊！不是自我美颜对着自己的脸拍800遍，就是露胸露大腿，那扭腰扭腚，搔首弄姿，给男人释放求偶信号吗？真的，他骂我还嫌和他怼，浪费我时间嘞。我一直没稀的搭理他啊，他就不停的艾特我，没法呀，我又回了他一句啊，果然老鼠屎。最后他一怒之下就给我拉黑了。我就很无语啊！现在的离婚竟然成了一件很骄傲的事情，那成群结队的人都拍视频昭告天下，干嘛呀？你自由了，你要开始选男人了吗？与其网上晒自己的离婚证啊，那不如真的回到老家啊，通知你们整个村的人，哎，敲锣打鼓，为了你啊，大摆宴席，吃他个3天3夜，人来人往，都是为你感到自豪啊！光大明媒那光宗耀祖了呀！以前的婚姻啊，性格不合都是要互相磨合、互相包容，能过咱就不离的。哎呀妈呀，现在呢，能离啊，咱就不过了。那冷静期啊，他也拦不住。以前呢都觉得离婚呢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现在啊离婚呢都成了光门耀祖了，大街上到处说呀。那些个离婚理由你们都想象不到。前2天有人还咨询我啊，就因为谁给谁洗袜子这事儿，那吵到闹离婚的，一双袜子而已，上升到你不爱我了，你女权他男权。哎呀，原本呢这5一啊是有3场婚礼的，都没好意思跟你们说呀，散了2场了，还有1场是结婚前一晚，2人也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吵了起来，这些嚷嚷不都过了吗？还有那些啊常年混迹在相亲市场上挑3拣4的主啊，性格强势，自我意识也不清楚，明明自己要啥啥没有，就觉得自己哎呀那美的不行了呀，厉害的牛的了，非要找个条件好的有钱的，我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啊，还狮子大开口，彩礼动不动就要几10万，真的谁要娶你们，那祖宗坟头得让人挖了呀。婚姻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关起家门过好自己的日子，没有婚姻是一帆风顺的。最后啊，奉劝那些舔狗们啊，远离那些晒离婚证的女人。说的是啊。哎呀，今天没让一姐们给我整破胆啊！
36岁，离异不带娃，大专学历，做服装销售的，来找我找对象。哎呀，列了整整6条择偶要求，跟我说呀，哎呀，这是最低标准了，可以全国征婚，哎，地区不限。王八听了都得摇头啊！你还是县地区吧，搁一个地儿霍霍也就无所谓了，你别搁全国都知道啊。这6条择偶要求如下啊。第1条，男方是40岁以内公司高管，年收入不能低于40万。哎，第2条，长相帅气，有眼缘，会打扮，哎，身材好。第3条呢，固定资产不能低于1000万，存款不能低于7位数。我的娘啊！第4条啊，房子面积不能低于140平，如果在北上广1线城市，可酌情放宽到120平。车子是 BBA， 售价不能低于50万。这第5条，学历啊，985、211重点硕士以上学历，理由啊，人家学历低，那就得找个学历高的。这第6条，父母家庭呀要有一定的实力，做生意做买卖，家庭年收入得7位数以上。哎呀，这大妹子啊，一气呵成，思维逻辑是异常清晰啊，一看毒鸡汤就没少喝呀。听完咱是不得不佩服。我问他，我说你不觉得你这择偶要求有些不切实际吗？他反问我哪里不实际了？现在光棍多了去了，我怎么就不能找个好的呢？这个我什么条件不重要啊，我是女的，能给他生孩子，把家里给他照顾好。再说呀，我长得漂亮。哎呀，这位姐姐，我是不忍心刺激你啊，我觉得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你动不动就得刺激我就不地道了。你穷买不起镜子没关系，我批发给你，我白送。这姑娘不愿意我说她啊，说自己已经错过了一段，那如果这段再找不好啊，那自己干嘛要结婚嘞？哎呀，我一看这架势，那又没人求着你结婚，你这还委屈起来了。他说呀，这要求啊是最低了，哎，我不想妥协，要不宁可不嫁。听得我是真的那个无语啊！你用妥协这个词，我就觉得很好笑啊。什么是妥协？北大清华录取分数线700分，你考了705，那在清华选不着好专业，只能去冷门专业。这个时候你为了清华这个牌子，哎，你选择妥协，或者退而求其次，你选择其他985的热门专业。可你明明就只考了400分，然后问我要不要妥协，你觉得你有可选择的余地和讨价还价的资本吗？这姑娘说听不懂，哎，不重要啊，跟我说呀，自己也不差，有车有房有存款6位数，吃喝不愁的，干嘛要嫁给条件不好的？那不是好白菜让猪拱了吗？好嘛，姐姐呀，真的，我实在是不忍心怼你了啊！你啥时候见过好白菜有剩下的？那些贱卖的都是卖不出去的，晚上没法了，打折处理了，切吧给喂猪了。你自己明明就是觉得亏了，屈尊了，下架了，哎，让别人给捡到宝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啊，这个本质就是在于你太高估你自己了。这话一出，给这姑娘气的啊，说自己条件很不错呀，他们都夸她好看且年轻，而且身材火辣，这个皮肤保养的很好。听的我是觉得这姐们啊，脑子是有点拎不清了。你觉得一车再好，法拉利开个10年20年，它发动机是不是得生锈吧？你搞不好上路啊，它都得漏油。这个年纪啊，本来最大的魅力就不是比年轻好看了，你非得整的外面锃光瓦亮，那咋地？别人不开车吗？这一开车质量好坏还不清楚吗？这对输出给这姑娘气够呛啊，说我物化她，我是真没那意思呀。你这择偶要求，那不就是大白天做白日梦吗？真的别怨我说话不好听啊，实话就这样，你得分得清楚现实情况。我个人用的99新的一手奔驰，我半年我就算再怎么造出2000公里来，你觉得我可能1万块钱包过户给你吗？现在啊，你是离异，而且大龄，你都熟透了，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压根就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接着呢，这姑娘就拿出她的好多照片啊给我看，那意思就是证明啊自己的颜值啊，哎呀，这世上啊80%的相亲女人都觉得自己颜值中上，那剩下20%里面还有一半啊觉得那自己是美若天仙呀。那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会舍得对你说大实话的。我妈还天天夸我长得比嫦娥都美嘞，这话你要听心里，哎呀，我都觉得那思聪见了我都心动啊！你这不是扯犊子吗？反正啊，我劝这姑娘啊，那放低要求，找个离婚的，有稳定工作，人品好的。结果让这姑娘给我一顿怼我，说我故意啊是用她消化我这边的光棍资源。哎呀，我的妈呀，我这边的光棍你还真不一定能配得上啊！您快出门啊，往右转，我这边不伺候了。有些人你找对象啊，总说自己不想将就，不想妥协，你得先搞清楚，你到底是向社会妥协，还是向你自己妥协？别两眼跟了抹了猪油似的啊，看不清。来找对象要车要房要100万的年薪，还要几年收入的彩礼，那是男人傻还是你傻，还是我这池子里的王八傻啊？看门没看住呢，老是不自量力呢，点钱都不知道怎么嘚瑟了你。有些姑娘来找对象，那都是牛逼哄哄啊，觉得自己买上房了，那都比男人厉害了啊，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高富帅了，思聪都得搁家里等你翻牌子呢啊。上午呢，有一位这个姑娘来许愿，真的是做梦来的，
一上来就跟我说啊，自己条件特别好，希望我能够帮他介绍这个优质男。听到这儿啊，我就立马跟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啊，小板凳啊都端好了。这姑娘介绍说呀，自己啊是91年的，身高有160左右吧，体重在110斤上下，这个私企工作，年薪在7万左右，父母都退休了，家里有个妹妹正在上大学。听完我就纳闷了，我说这个条件他也算一般呢啊，我就问他条件好指哪一方面，他立马笑了一下，骄傲的跟我说呀，我自己买了一套80多平的精装修的公寓房，一问呢还在郊区。说完还跟我感慨呀，现在和他这么大年龄的这个男人呢，有好多都买不起房子的，何况她还是女人呢，尤其珍贵呀。我问他贷款有没有，他说这套房子呀是首付1成买的啊，花了10多万，其中啊花呗还刷了6万，商业贷了将近100万，还30年，月供啊5000多，目前呢已经还了1年多了。听完那一瞬间，我跟王八们愣是没坐住啊，我那肝儿都颤了一下。多少？5000多？你一个月的工资啊才6000左右啊！我是佩服的啊，掏肝掏肺啊！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婚前买房呢？他说啊，现在这个离婚率太高了，有套自己的房子啊，特别有安全感。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愿意在婚后出房子和男方一起住吗？他听完说呀，那怎么可能呀？婚后应该在男方的房子里。那你愿意把房子出租出去吗？他说不行，我那装修啊都是我自己亲手装的，那出租啊肯定就糟蹋了。我又问他，我说那你爸妈帮你还贷吗？他说我自己有工资啊，未来结婚我也有老公啊，用不着我爸妈去还。听着这感情啊，找人接盘给他还房贷来了。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说啊，年薪20万以上，工作体面，有车有房，市中心学区房，面积不能低于140平，有眼缘的男士。听完我立马秒回啊，帮不到啊。而且你这32岁啊，也没什么年龄优势了，目测脾气性格也一般。这姑娘听完就不愿意了，说她买上房子之后，那全家人都夸她很厉害呀，值得更优秀的男士。我问他，我说有一位男士啊，年薪20万，硕士学历，国企做管理的，他房子有140多平，但是有房贷，需要还20年，月供7000多，你愿不愿意？他一听啊，那不行，他房贷7000，再加上我房贷5000，这一个月就要还1万多了，年薪20万根本就不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哎呦，听完我就笑了，人家男方也没说给你还房贷吧？他却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凭什么不给我还贷啊？那不然干嘛要娶我呢？听得我也是不爽，就给怼回去。你看看你自己，拿全家之力咬紧牙关付了1成首付，每个月那点工资啊，还贷都费劲儿，花呗、信用卡都刷爆了吧？还幻想着用名下有房来锁定更高阶层的男性，你不是在做梦吗？用郊区80平贷款房为条件，去找市中心140平大平层的男性，你这不做会计真是可惜了啊！这杠杆原理学的不孬啊！你买的房子，一没用来夫妻共同使用，二没有出租收益，男方却要替你承担贷款风险和政策风险，这男方要么是爱你至死不渝啊，要么就是个傻缺啊。现在很多姑娘都愿意婚前买房，可以啊，但是你得先解决好你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你有能力全款买房，结婚前自住，结婚后用来出租，给家庭的总资产还增加一份不动产，每个月还都有租金收入，又或者你付了首付，而且单位的这个公积金啊能够覆盖月供，相信这2种情况不会有任何男性不喜欢，而且你还能在婚恋市场上提高自身筹码。反之，贷款30年，月供几千，还幻想在婚恋市场去找年薪20万以上的男人结婚，这根本不现实。人性啊都是自私的，恋爱需求的是情绪价值，婚姻啊本就是经济利益共同体。30年那可是半辈子替你还贷啊，那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啊，这辈子给你啊做牛做马来了。上午我们办了一场相亲会啊，那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参加相亲会的这个95后啊占多数，这男人女人一多啊，他戏就多。然后就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跟你们唠唠。有一位男士呢是93年的研究生学历，有车有房呀，上市公司上班啊，年收入在30万左右，父母都是公务员，小伙子长得也很帅哈，哎呀，身高呢1.8米几，身材也很好，会打扮。他是被女孩子们表白最多的，有大约得7、8位的姑娘喜欢他吧。不过我们这边啊是有游戏规则的，就是从里面这个筛选出自己中意的啊，最多3位。男士估计呢是看眼缘，就从中啊选择了3位长得最好看的。人家3位这个女孩子啊一排啊站好之后就开始轮番表演了。第一位女孩子啊介绍自己啊，说是97年的大专学历，学的护理专业，在医院工作，说自己啊是有耐心有爱心，喜欢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啊，也会照顾人。主持人就问她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之类的，这姑娘说有啊，喜欢跳舞。
然后表示愿意给男士跳一次舞，舞呢是霹雳舞效果怎么样咱就不说了，反正呢是给男士尬的一激灵后面的男士就问这个姑娘她期待什么样的婚姻生活？这姑娘听完就说想做全职太太，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男士听完呢也算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就到了第2位女士了。人这姑娘可厉害了94年的本科学历，17岁上大学，21岁毕业，去了电视台就做导演从导演转行做了广告，25岁成功拿到了第1桶金100万，然后买车买房后面人生开挂了，加入了海参行业，开了3家店，现在29岁就已经轻轻松松实现年入50万了。人姑娘介绍完之后和男士很霸气的说我看上你了，你跟我走，管你衣食无忧。这把男士给撩的那是合不拢嘴然后这姑娘就补充说自己不会跳舞，但可以为男士来唱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唱完之后哎呀，我也不评价了，毕竟咱唱歌也不咋地。人姑娘也表示说知道不咋地，但是她呢也不想输给别人也想为男士做点什么。这男士就反过来问这姑娘看上他什么了？姑娘性格特别爽快你长得帅有学历，条件又好，我还能看上你啥反正这些我都看上了。男士听完笑的那是哈哈的这就到了第3位姑娘，明显性格就有些小家碧玉那种感觉。96年的，说自己在事业单位上班没车没房，父母在农村，这家里有几亩地，这哥哥在外地打工等等。他说自己喜欢一家3口安稳的生活，互相喜欢互相理解的过一辈子。男士听完呢也是蛮认可的，点点头问女孩子怎么看待婆媳关系。人姑娘就说自己不想和婆婆生活在一起，这样可以减少这个直接接触的矛盾，如果出了矛盾呢也知道去沟通解决，不会让男士在中间为难的。主持人听完呢也夸这个女孩子性格比较温和转身问男士喜欢哪一位可以直接去牵女孩子的手。台下好多男士大家都在起哄说要选第3位，但最后这个男士是直接走到了第2位身边，说自己很欣赏女方的性格和努力上进，很想认识她。这个时候呢出了一个小插曲这毕竟女人多了，这个戏也多这第1位姑娘就问男士为什么不喜欢自己？男士很尴尬的表示说只是没有感觉。姑娘就有些不愿意说希望加男士的微信再了解一下。主持人一听那赶紧圆场让那个女士下了台，然后就恭喜2位是成功牵手。反正这个相亲会现场一共牵手了2对，有人欢喜有人忧你看这男女一多，戏是不是就多？我很想问你们如果是你会选择第几位？千万别跟我说我都喜欢，这可咋整？真的，我这个脑子现在冒冒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真的。这上午有一位相亲男士来找我找对象简直了2个多小时把控全场狂嗨2个多点，简直是狂拽炫酷邪魅霸道。哎呀，我捧哏捧的太累了最后不得不打断他这男士呢是90年的这个做销售的，年收入不明，我就跟他沟通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了，开始了这个男士呢是大专学历，关于学历男士就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有认真学习过，但只要他想学那成绩就能好到让人羡慕。曾经有一次做数学题他自己一下子就想到出了4种的解题方式，而那道题呢他们全体的这个数学老师和学生都做不出来，这让老师们很没有面子从此这个数学老师就针对他，给他穿小鞋总而言之简直就是天赋异禀，人间罕有的读书奇才但由于自己看不上数学老师，再加上这个数学只做难题，导致最后自己高考失利才考了40多分，只能上了个大专。如果当时再努力一点，这北大清华对他都不是问题。哎，学历这事儿我大概是清楚了，我就问了他一下这个工作情况跟年收入这一块。他呢先是又从大学铺垫了一下虽然是专科，但是他依然天赋异禀从来都不去上课，考试成绩那牛的都不行接着呢才讲到工作，他做销售的，那业务量那是全公司最高业务能力好到一塌糊涂。但因为受不了自己年纪轻轻赚太多钱就跳槽去了隔壁家的健身房。我问他，我说那你年薪到底是多少他说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去了新公司依然凭借着天赋异禀让他在新公司里面是业绩爆棚，别人一天能卖几张卡，他一天能卖上百张，这整体核算下来一个月至少7、8千块钱。听得我是目瞪口呆确实佩服这样的奇才。我又问他，我说这个车房情况到底怎样他一听喝了口茶说想当年自己年纪轻轻月入那么多的时候他就很聪明的意识到一定要买一套房子，于是就按照自己的身价去看了很多的楼盘有的呢是这个3、400平的别墅，还有呢有1、200平的洋房。当时想着一次性付款，后来又担心楼盘万一有一天崩了，这跳水了怎么办？
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于是啊，他就买了一套70多平的房子啊，贷款了50多万，现在每个月还贷2000多。这关于车呀，他说这个人呢总是要返祖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呢不喜欢这个城市啊，愿意去乡下种地？同样车也是，那是反人类的东西。多少人上班迟到，多少人堵车呀？所以我选择坐公交。关于他的生活圈子、家庭圈子啊，他也简单的做了个介绍。总结一下就是啊，他不仅自己牛，他的朋友啊也是各种牛啊，混得最差的那个也当了公务员了。哎呀，我跟王八们啊在边上呢，直接就听呆了呀。最后呢，我也是实在是有事我忙不开啊，也没时间过多的跟他沟通了，我就直接拒绝了他，明确的跟他说啊，想找对象先要脚踏实地，30多岁了不能这么飘了，改口嗨的毛病，不然这辈子想找真心过日子的对象真的很难的。口嗨不是病啊，嗨起来嘿嘿嘿要人命啊。